Hello，大家好，我是高恩，欢迎大家观看本期内容。这期内容我们主要去介绍我个人对于社区存在意义的观点，并且还是以混沌界拍摄区作为例子，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高恩主要分享趣人趣事、知识故事、探索未知、实用资源的内容。目前主要跟进 Pi Network， 大家踊跃点赞、订阅、分享，记得点亮小铃铛，支持一下高恩。好了，我们废话不多说，开始我们今天的正片内容。首先，我们要来看一眼派社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大家都知道 Pi Network 从公开发布到现在，大概已经有了2年多1个月的时间。将近1个月的时间，从零的用户发展到现在1500多万的活跃用户的规模，相对应的在 App 中按照了语言和功能进行了简单的分组。同时，这个社区在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因为体量的关系，在管理上项目方是有一些捉襟见肘的，没有办法去做到尽善尽美，分组更没有办法去做到特别细致的划分，顾及不到不能说顾及不到，他没有办法去按照不同行业甚至不同喜好去建立不同的群组，自然而然的派友们就去自发的汇聚成了不同的小社区比如我们常见的就是微信群电报群等等，对吧？当然这些社群小社区它最初的建立初衷可能是为了宣传推广，然后传递项目的最新消息，然后管理相关的一些派友。虽然它最初的一个初衷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但不妨碍它最初对 Pi Network 项目它去做出了属于自己的一部分贡献。但是高恩认为发展到现阶段，社区还应该具有其他的功能体现。尼古拉斯团队他在社区上的一个策略是社区先行，这点应该大家都明白。项目没有去很快的上交易所发行去炒这个价格，而是去更注重社区的培养、共识度的提高，做这方面的一些努力。看似项目方没有做某些官方的一些宣传，对吧？但是要知道其中的团队成员是有人类学博士的。研究什么的呢？研究人类行为的，对吧？人类心理肯定会去思考如何让共识度最大化、最广泛的去提高。那么好，社区先行的策略重大意义就在于通过项目方去影响最初的一小部分人的理念，传达项目方的一个愿景，还有相关的项目基础知识，然后不断的去扩大这一小部分人在跟周围的一些人沟通交流讨论，慢慢的这个范围越来越大，越来越广，形成了我们现在全世界的一个范围，不同国家都有派友，从而引发了对于区块链技术还有数字货币内容的广泛社会讨论。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呢，它在于能够从根本思维或者说思想上去提升用户的一个认知还有共识度。我认为真正的一个共识的形成过程，它不仅仅是需要技术上的一个完善，不仅仅是需要共识算法的一个提升，还需要从人类的一个思维思想上进行统筹，进行提升，深度思考外加共识算法的组合，这样才应该是高共识度的一个根基。那么好，我们说到这儿以后，自然而然的我们可以思索一些社区的一个功能，叫交流学习属性。当然我这儿也做了一个分支，对吧？派社区这个肯定有，这个也有的，对吧？然后做到了这2点，这是作为一个合格的派社区的一个基本条件。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至于其他的功能属性，我们看到这个思维导图，以思维导图来跟大家说，其实也没有多少东西了，比较简单，剩下这一半内容比较少。OK， 我们看一下我在建立社区的时候的一些想法，这块内容就不再说了。之前我们做过一期内容提到过，主要还是涉及到社区价值这一块，我着重说这一块内容。OK。然后这里我把这个整体的一个社区价值分成4块。第一点呢，我写到了易货的平台框架；第2点，项目的相关消息传递；第3点，交流学习平台；
第4点，资源整合置换。其实，这个不存在什么顺序地位差别啊，都是很重要的功能属性啊。接下来我们具体说一说。第一项的话，易货的平台框架。Pi Network 希望建立完整的这个易货生态。以白皮书所表达出来的内容来看，它是包括虚拟商店在内的用户自行易货行为。另一方面是应用开发大公司机构的对接啊，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将来的一个派生态建立会和实体的一些公司机构进行对接，然后真正的落实到实体经济的应用上，这样才能进到这个区块链的3.0时代，对吧？那么社区作为人群的聚集地，它自然也就拥有了自行易货的属性，而且它也同时有了一些小优势。社区的这个随时交流这种基本的属性啊，没有必要去考虑大背景公司机构的这种背书了，就因为比如说开一个虚拟商店，然后在社区里边进行易货，或者说很简单的，你有2手商品在群里边社区里边去发布一条消息，谁谁谁跟我去换一下这个东西，有人需要吗？有人需要多少个派币，对吧？我们可以进行交换。如果说这个虚拟商店或者说你作为个人这个货发出去，明显的就是一个劣质产品，或者说是冒牌的吧，伪造的这种产品，那好，社区里边的交流直接就会把这种消息直接爆出来，那么大家就不会再去相信你。这是从反面来说啊。如果说从正面来说的话，其实是对虚拟商店的建立能够给予到一定的支持。如果说社区里边有一些这个派友做这个虚拟商店，社区里边的人肯定是要跟相同社区的人要比较熟，相对来说比较熟。那我更希望更倾向于肯定是先去认识的这个派友商店里边看一看有哪些商品符合我的需求，对吧？那好，其实这一点算是对于 Pi Network 一种反哺了，也是。第2项，项目相关消息的传递，这个就很简单了，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基本的一个点，是项目的相关重大事件的一个及时传达，让社区能够及时了解相关信息，做出判断。这个不光是这个目前的一个阶段，它还包括到主网之后，也是需要去做到这一点，因为不可能说到主网之后没有一点关于它的消息了，那这个项目不就废了嘛，对吧？这里边简单我就列了我个人的几个渠道，公众号，然后我 YouTube， 然后还有这个博客网站，一般是愿意去发在这种公众平台，跟大家去分享，在群里边去简要的几句话去分享的话，很容易去被派友的一些消息去淹没，然后也形不成系统的一种展示。这样的话能够让大家比较完整的看到我个人的一个观点表达，然后有什么点引起了大家的共鸣，或者说引起了大家的一些反对或者说建议，那么我们再单独拿出来在群里边就某一个点去讨论，这样的话是比较好的状态。第3项的话，交流学习平台，这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属于一个合格派社区的一个基本条件。不管是在哪个发展阶段，社区内的学习环境肯定要始终保持，因为时代它是不会去停止脚步的，而且也是为了扩大共识需要的一个功能属性。当有新的这个用户加入了，就要学习获取相关的知识内容。目前我们混沌界派社区的话，大概讨论内容包括了 Pi Network 项目相关内容的交流，可以看一眼，我这儿做了几点的总结吧，算是就从建立到现在100多号人吧，其实活跃的人并不多啊，不过总体氛围还是不错的第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Pi Network 相关内容的交流，这肯定是有的。第2点的话，就是不只是区块链，包括区块链在内的未来发展，比如说人工智能，对吧？等等。第3点的话，我们会去交流，有这个交流过程好，不同的观点、人的思想会形成碰撞，很有可能去刺激到你的个人项目的一个灵感，甚至诞生一个项目雏形，对吧？有可能你正在构思一个项目，或者构思做某件事儿，然后去对接派生态，可能在探讨过程中就会
给你提供一种灵感，让你想到了某个点，更加完善你的思路。然后第4点的话，就是不同行业之间的相关经验交流。这个的话其实更靠近我们实际的世界了，更贴近我们现实世界了。因为大家聚在一个社区，本身有不同的行业，每个派友都有自己的行业。那好，不同的行业给了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行业经验，有可能在社区的交流中，不一定某个点它就需要用到。那好，相关的这个派友就可以提供自己还有知识，对这个讨论做出一个促进作用，对吧？然后第4个的话，不是第5个，第5个的话就是其他知识内容的获取。这块的话就属于将来的一些内容扩展，可能包括我目前有在构思的一块说教育的一些观点，对吧？当然还包括社区内的其他派友或者说其他粉丝去提出来的一些感兴趣的点，你都可以去做。这样的话，社区派友能够从中有所收获，这才是有意义的一件事儿。然后第4项，资源整合置换，这点的话，我们目前还是在考虑过程中，将来可能会去主动的去做，而且是在派共识的基础上，同时又在混沌界派社区的一个共识基础上。混沌界的派共识，混沌界的一个共识基础是什么啊？就是认可高安的这种观念的，对吧？认可我的一些学习还有进步的一些理念的。这样的话，我们去形成一个小团体，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形成一个小团体，因为不可能每一个混沌界派社区的派友或者说粉丝都能够积极的去做这件事。当然我希望是所有人都能够积极，但是现实的话，我觉得还是并不会每个人都会去参与进来，形成一个小团体。这个小团体的话就会更加彼此之间信任度更高。有了这种基础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资源上的一个合作共赢，达到这种。如果实施的话，社区验证将会是一个必要的步骤。当然了，这些还都没有实施，随着我们发展一步步去落实，现在还是起步阶段嘛。毕竟我做这件事儿，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一个个人如何去对接派生态，这是我现在在做的事儿。不知道上次之后看了内容，想到了哪些你想做的项目，或者说哪些你想做的符合自己实际的视野呢？好了，第4项就这些。然后对，第4大项。然后这4项内容目前组成了混沌界派社区的价值，也是存在意义。混沌界社区拥有这样的功能属性，除去第4项，可能我的个人想法占比较多一些。另外3项其实都是派社区的一个基础功能属性。如果想要实现这些，就必须要加强管理，还有平时的照看。不可能说建了群以后你就不管了，对吧？看着广告不管，看着这个群内的一个环境越来越乱，有吵架的，有骂人的，对吧？什么都不管，那你建群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把大家聚在一起简单聊天嘛，何必呢？其实作为社群或者社区，它是有一定的周期性的，有一定的周期的。如果说你在一个周期一个阶段内你去不管它，任它自生自灭，那这个社区绝对会在某一个周期内渐渐的死亡。这个死亡就是说这个群变成死群了，大家都觉得这个群没有什么活力，也没有什么可谈的，平时也没有人去关注它了。当然了，像昨天这种情况，大家还是比较活跃的，因为派钱包还有派浏览器移动端上线了，对吧？另外昨天的内容呢，我们临时加更了一期，对于这个派浏览器还有派钱包的一个操作下载流程，又演示了一遍这个钱包的转账。主要的话还是录了一些关于操作上的步骤。其实昨天我还想分享一些尼古拉斯对于派钱包还有这个派浏览器的介绍，看了一眼时间，感觉有点太长了，我们简单提一嘴吧。这儿尼古拉斯他提到了说，派钱包作为一个应用程序，它放在了派浏览器中，这一点是为了在之后的派生态建立过程中和其他的生态应用进行互相唤醒，或者说互
互相的一种说连接嘛，应该是大概这个意思啊。而且他派浏览器的一个发布，照尼古拉斯的说法来看，他是希望能够去避免审核上的一些麻烦啊。我在应用商店看了一眼它的叫什么呀？派浏览器的一个类别叫什么 community 吧，就通讯吧，好像是属于通讯类的，对，好像是通讯类的，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眼。但是它不属于区块链啊，它以这种形式去发布，然后在之后在派浏览器中以不同的域名去上线不同的生态应用，形成这样的一种格局。这是我想点到的一个点，具体的可以再去看一眼 App 里边尼古拉斯的那个视频。当然之后的话好像也有提到说拍钱包有可能会去和我们的挖矿软件做一个合一，好像提到了一点这个。但是钱包作为一个应用程序，它放在派浏览器中，这是肯定的。好了，就补充这一点。最后我们去发布我们那个活动，寻找高玩的线索2，我们每周6发布。线索2就是这个片段是5年内的节目，也就是2016年至今的节目啊。结合上一期，就是算上线索1的话，连起来就是5年内的 CCTV 节目。有兴趣的话，可以简单搜一搜。OK， 如果你看完了我们关于个人如何参与对接派生态的那期内容，已经从社区方面入手，那么不妨从最开始就把社区的管理去抓好，维持好社区环境，不要陷入社区的周期性沉浸。也许你有更好的灵感，或者想参与高玩的社区，欢迎大家关注我的频道。当然也可以去扫我们的这个屏幕上的2个二维码，一个是微信群，一个是电报群，看自己哪个方便，好吧？当然也欢迎大家去关注我的公众号混沌界，加入我们的讨论吧。我是高安，我们下期再见，拜拜。